头顶一块布，全球我最富。中东石油大佬们靠卖液体黄金富得流油，那我们有没有机会不用顶那块布也富得流油呢？有的啊，但流的不是油，而是醇，甲醇。大家好，我是火箭叔，今天这个视频一口气给你讲清楚纯氢生态。为什么说甲醇是绿色石油？什么是纯氢生态？我们为什么要建立纯氢生态？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乔治·安德鲁·欧拉博士在他参与著作的《跨越油气时代：甲醇经济》当中呢，是这么形容甲醇的：它是最好的二次能源，跟石油一样，它能够在能源转化过程中提供热能或者是电能，满足工业、交通、建筑等多个领域的需求。而且在常温常压下，它也是液体，它的储存和运输都非常的方便，也已经拥有了相当成熟的生产工艺和完善的配套链。它不仅可以从天然气和煤炭当中提取，还能够通过生物质、废弃物，甚至是通过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来合成。以上这些特点就使得甲醇成为一种环保可持续的能源选项。而且跟石油相比，它还有一个显著的优势碳排放低。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数据，甲醇的燃烧过程比石油和煤炭更加的清洁，二氧化碳排放量呢约为石油的60%。另外，如果通过碳捕捉技术来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甲醇，它甚至还成为了一种完全碳中和的燃料。对当下面临压力的全球能源结构来说，简直是一种完美备选尤其是我们了。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17年1季度，我国原油进口量突破1亿吨，达到了5亿吨的水平，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2%，远超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有机构预测如果不做改变，这一比例将在2030年超过80%。能源安全问题迫在眉睫而我们能做的改变当然就是甲醇了。我们本来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甲醇生产国了全球大约有60%的甲醇都在我们中国生产和使用，但它目前主要是被用于来制造塑料的，可以说它的潜力根本就没有得到完全发挥嘛。而这个呢，就正是纯氢生态要干的事了。简单说，它将围绕着纯、车、站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三位一体式的能源生态闭环。纯就是通过将补给的二氧化碳与风电、光电所生产出来的氯氢合成为绿色甲醇，它既是一种可持续的甲醇制备方式，又正好解决了风电、光电当中最大的痛点储能这两种新能源呢，让人又爱又恨。爱的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恨的是他们都得靠天吃饭。于是间歇性和波动性就让他们与传统电力系统几乎无法相容，发的再多也很难并网，非常尴尬在风能和光能资源丰富的地方，往往是电力需求较少的地方，上不了网，自然也就无法把这些电送到它本来需要的地方去了。气风气光成了常态。传统的调峰手段要么需要先天条件，比如抽水蓄能，要么就需要花费不菲，比如电池储能。而纯氢生态则把甲醇的制备变成了一种全新的储能方式它既能当场用掉，直接完成能量的转化，也能够方便的运往远方，灵活又便宜，简直就是我国国情和资源禀赋的最优解嘛。于是这些占全球总装机容量达到了40%的风光电呢，就不再会闲着了。那车是什么呢？就是由吉利掌握核心技术的纯氢电动车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增程式的电动车，只不过呢是把传统增程车所用的汽油换成甲醇，带来的好处就是更便宜、更环保，也更灵活。目前的纯氢电动系统，每升甲醇可以发电2度以上，折合电价低于1块钱1度。这不仅比传统燃油车便宜得多甚至可能比一些电动车还要更便宜。比如吉利旗下的远程纯氢电动重卡，相比起使用传统柴油的重卡，其燃料成本就减少了32%到45%，算下来每公里能够节约1块钱，大大就降低了物流成本嘛。而且真的是科技感和舒适感都拉满了。我爬上去体验之后呢，就有一种错觉这真的是一辆卡车吗？屏幕，哪都是屏幕。好的，我都有信心把它给开走了。同时，由于电池并不作为它的主力储能单元，也就避免了电池所带来的弊端，比如高寒地区的续航缩水以及车重的问题了。尤其是车重，或许作为乘用车的车主，我们呢感受并不明显，但是对于以运输为主的商用车来说，车重就非常关键了。在发动机拉力一定的情况下，车子的自重轻一点，它拉的货就会多一点，收入自然也就多一点了。而目前的锂电池由于能量密度的问题，放到重卡上那肯定是轻不了的。所以有人说咱们的电动车都这么领先了，还退回去发展什么甲醇车，不是在走回头路吗？根本就不是的甲醇技术的发展和电动车它并不冲突两者是可以共存的，可以各自发挥优势。
纯合车都有了，剩下的就是站了，即围绕着纯氢车辆运维的配套甲醇加注站体系了。目前它看起来确实是3位一体中的短板，虽然已经累计建成了超300座，但是距离全面覆盖还差得很远嘛。好在甲醇的运输和储存呢都非常方便，也能够低成本的在原有的汽柴油加油站的基础上增加加注甲醇的功能，这点就跟它的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差别很大啊。虽然氢能也是世界公认的绿色高效的2次能源，还被称为是21世纪的终极能源，但其商业化就是举步维艰。为什么？因为你连加氢站都建不起来啊，它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氢气啊，压缩困难、运输困难、储存困难，还有很严重的安全隐患。转头你再看甲醇，真香啊！而且你可千万别忘了啊，它不光可以作为汽车燃料，还可以作为船舶燃料，以及替代煤炭、石油的工业燃料，甚至还可以用于航空燃料，妥妥的就是中国石油还是用不完的那一种。所以怎么样？你觉得你我在其中都有哪些机会呢？留言里面大开思路啊！我是火箭叔，别停下去探索。美国的宝石路系列激光制导炸弹，除了3以外，其导引头跟弹体之间都不是连在一起的，而是像这样的活接。把这段视频放慢了看呢，会特别的明显。你看弹体和导引头之间是有着明显的相对摆动的，所以这究竟是为什么？好，在解释它之前呢，咱先来了解一段背景知识。第一批激光制导炸弹呢，是由美国空军在1960年代后期开发的，目的很简单啊，就是减少飞机暴露在敌方高射炮火力下的风险嘛。这样的风险呢，曾经让 F-100、F-105和 F-4等战斗机呢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啊，因为彼时他们必须要从低空去轰炸目标，才能够实现一定的准确性嘛。而引入激光制导之后呢，则允许炸弹从更高的高度展开攻击，并且与非制导的炸弹相比，只需要少量投放就可以产生数倍于后者的破坏效果了。因此啊，需要的飞机呢更少，接触高射火力的机会也更少，既能够提高战斗效果，又能够充分保全自己，是现代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一样关键武器啊。那它是怎么工作的呢？一句话说完就是啊，它是利用载机上面的激光照射器，先向目标照射激光束，经目标反射后，由装在炸弹头部的激光导引头来接收，再经光电变换形成电信号输入炸弹控制舱，控制炸弹舵面偏转，来引导炸弹飞向目标的。所以重点就来了。激光炸弹想要炸得准，首先你就必须要保证它的导引头全程都要能够看到这束反射回来的激光才行嘛。你看宝石路的导引头啊，是由安装在一个半球形的透镜里面的4个相同元件来组成的，所以你就得要让这个窗口呢始终对着目标的方向才行啊。可是呢，早期的宝石路啊，其舵面控制系统采用的是相当原始的启停式控制，也叫做砰砰控制了。这意味着啊，它的舵面只有2档，不是完全朝着一个方向，就是完全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当然除了起始位置啊，这个呢就有意思了啊。当导引头发现方向不对，需要调整时，宝石路只能一下子打个满舵，虽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摆了过去，但是却很难在准确的时机给停住啊。于是就纠正过了。那怎么办呢？只能再砰的一下把翼面切到另一边，将揪过了头的姿态给拧回来。可是这下就能拧得正好吗？显然不会啊，它又拧过了。那就只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这样反反复复的左右拧呗。最终看起来呢，就很像是一条飞在空中围绕着最佳飞行路线不断摇摆身躯的鱼了。可是呢，它没有鱼那样柔软的身躯啊！这尾巴一摆，头不也就偏了吗？头一偏，咦，目标在哪儿呢？糟糕，由于追踪激光的小窗口也摆到一边去了，接收不到反射激光的宝石路呢，就只能朝着某个随机的方向飞走了。这个怎么可以呢？于是万向节它来了，用它来将宝石路的弹体和导引头分开，并为导引头加上一个可以通过气流来稳定的环形翼，就能够让它在飞行的过程中呢，始终把头部对齐气流方向，不受尾部大幅摆动的影响了，目标也自然就不会再消失在视野里面了吗？好，这个操作简单暴力啊，但是有几个致命的问题。你看，由于它一直都在摇摆啊，所以就飞不出原本应该有的距离嘛，射程就变短了。另外，制导精度呢也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在针对移动目标的时候，因为它对控制面的调整总是稍微滞后的嘛。所以到了宝石路3啊，砰砰控制系统呢被换成了比例控制系统，舵面的操作也就更灵活了，弹体也就不再会四处乱摆了，导引头终于可以固定起来了。
可控核聚变永远在等30年，这既是一个玩笑，也是一个魔咒啊！压在迫切需要改变能源结构的地球人身上已经太久了。你看，再等的话，北极的冰都要化完了。但是看起来，想要破解魔咒依然遥遥无期啊！ITER， 相信你或多或少都是听说过这个的啊。这是一个正在法国南部建设中的迄今为止野心最大的可控核聚变装置了，已经将35个国家兜了进来，圈了数百亿美元。但是最新的估计啊，要到2027年才能够完成主反应堆和第一个等离子体的建造，然后呢，到了2035年才可以实现全面的运行。不过到那个时候它就能够开始发电了吗？显然不会啊，因为人家的身份就是一个测试用的装置而已，不是一个能够用来发电的电站吧？这么看起来，好家伙，即便 ITER 能够顺利建成，然后顺利测试，最后再把研究成果顺利的商业化，至少也是2050年之后的事情了。可控核聚变再等30年依然是成立的呀，是不是心都凉透了？好，接下来我就要给你来几剂强心针了啊！也许实现可控核聚变根本就不需要再等上30年，甚至也不需要再等上10年，仅仅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呢，就有可能会实现了。为什么？因为思路不同啊。好，所以今天的内容啊，咱们就来了解一下传统的可控核聚变思路，也就是 ITER 所使用的思路，跟那些年轻初创公司所提出来的全新的思路之间呢，有什么样的区别，以及为什么后者反而更加可能成功呢？来，咱们先看传统啊，磁约束聚变，它由一个叫做托卡马克的长得像是一个甜甜圈一样的装置来完成的。说白了，其内部的环境呢，就是在模拟，不应该是准确说超越太阳。我们都知道，自然界中大规模核聚变反应发生的唯一地方呢，就只有在恒星的内部了。大质量恒星的引力在那儿产生了必要的密度、温度和时间，并且还能够在核心当中保持这种状态，以便使原子核之间连续的发生结合在一起的聚变反应了，持续燃烧输出能量。这种连续点火不熄灭的条件被称为劳森标准，实际上是非常难在脱离恒星后实现的。这也正是我们现在听到某某人造太阳能够点燃多少多少秒之后呢，就兴奋的不行的根本原因了，因为你硬件条件实在是跟人家恒星差得太远了嘛。在恒星上啊，其包裹核心的所有层呢，都能够充当绝缘层和能量交换器。它们一方面维持了恒星内部完美的点火环境，另外一方面呢，又将核心所产生的伽马射线和高速中子逐渐转换为能量较低的光波和原子核运动，也就是热。因此，当它们到达恒星表面时呢，这种能量就可以以红外线和可见光的形式发出，为我们星球的生物圈加热和提供能量，还可以为我们提供光伏能源了。其实我们要的以及正在做的努力呢，就是在地球上还原这个天然的过程罢了。但你一定是想不到的啊！其实我们要做的比恒星它自己要做的都要多很多，因为你别看太阳内部动辄上千万摄氏度的高温，其实它的产热效率是很低的，就连跟我们的身体比起来都是不如的。1立方米的太阳核心聚变时只能产生大约275瓦的功率，而一个成年人稍微运动一下就能够发出超过300瓦的功率了。太阳之所以厉害啊，主要得益于它既有体积又有时间了，所以单个低一点又能怎样呢？但我们不行啊，受各种各样的条件的限制，我们能造的甜甜圈它只能有那么大嘛，而我们还要的不只是能够点燃它，更是要能从它那儿获得额外的能量才行啊。于是就必须要以超越恒星内部的标准来设计和建造托卡马克了。难啊，它不是一个人造太阳，而是一个人造的超级太阳。好，具体介绍，托卡马克呢是一个环形的聚变室，在圆环的周围密布的全都是磁线圈，它们可以产生非常强的磁场，压缩并控制中心炙热燃烧的等离子体，使它们在那儿持续保持正确的密度和温度，创造出急迫斥力实现原子核之间聚合的条件。它目前呢是有几个大问题需要解决的啊。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让它保持燃烧了。我是可以在一开始靠输入大量的能量加热等离子体点燃核聚变，但如果这样的聚变在之后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维持下去，还要靠我不断的往里面继续输入能量，那我要它是干嘛呢？只是点火来玩的吗？
显然不是嘛。但问题就在于，无论约束等离子体的磁场有多强，或形成的有多好，它总是会碰上漏网之鱼的嘛。因为围绕着磁场线盘旋的正电子核或者离子呢，会发生碰撞并散射，最终难免就会漂移出磁约束的场地了。而要是飘出去的燃料多了，燃烧不就无法持续了吗？唯一已知的解决方案呢，是使反应堆更大。这样散射的离子呢，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到达等离子体的边界，因此在此期间呢，还可以发生更多的聚变。有点简单粗暴吧？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ITER 为什么有6层楼高，直径也有同样差不多的6层楼那么大了啊？它就是为了给等离子体提供更大的包裹空间嘛。可不过就算是这样的尺寸，仍然不足以维持等离子体的持续燃烧并带来能量啦，只能算是一个更大的测试装置而已了。好，这个问题呢还悬而未决。接着呢，第二个看起来更加实际的问题就来了。就算是我们能够持续点燃里面的核聚变了，那该怎么提取它所产生的能量出来呢？哎呀，这又是另外一个笑话了啊！即便人类科技发展到了现在这种地步，咱们还是得要靠烧水来提取其中的能量的。托卡马克装置呢，使用氘氚聚变成氦的反应来产生能量，其中的大部分能量会以快速高能中子的形式释放出来。中子呢是个不带电荷的电中性粒子啦，所以不会加热等离子体，也不会受磁场的限制，一旦产生就会到处乱射。于是我们就专门为它准备了厚厚的防护罩，让它打在上面，给防护罩升温，再用这个温度呢把水蒸发成水蒸气，从而为涡轮机和发电机提供动力，产生出我们想要的电力了。不过问题就是啊，中子的持续轰击呢，使屏蔽材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退化，并变得非常具有放射性，给拆除、更换和处置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也没有想得太清楚啊，而且看起来它好像也不是那么清洁了，对不对？好，第三，核燃料的获取也是个问题了。目前我们使用的是氘氚聚变反应，理由是它们发生在所有可能的核聚变燃料的最低能量状态和最低等离子体温度下，因此更容易点燃和保持点燃。然而，氚在自然界中呢是没有大量存在的，它需要在核反应堆中制造才行啊。以我们今天的生产能力，我们都无法制造足够的氚来维持为 ITER 提供动力，就更别说规模更大、数量更多的需要实际发电的可控核聚变电站了。所以听完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瞬间就觉得，哎呀，30年看来都是一个很乐观的估计了嘛？你那些号称几年内就可以实现可控核聚变的初创公司，是不是全都是写 PPT 出身的呀？好，是不是呢？大家自己判断啊，我只是把他们的思路和做的事情分享出来就是了。第一个分享的呢，是一家叫做 Helion 的公司，他们的思路啊，可以说极具颠覆性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觉得都21世纪了，再继续烧水实在是有点不合适嘛，就提出了一种更为直接的能量变现途径，并且大胆的起名叫做直接能量转换，意味着他们将要跳过烧锅炉、转涡轮这些传统的步骤，直接把核能变为电能了。哎呀，好家伙，听起来就不明觉厉，对吧？直接呢就意味着简化，简化呢就意味着高效，而且据他们的创始人说啊，这种方式能量的转化效率可以高达90%到95%。对比之下，普通核电站只有30%出点头啊，厉害了。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首先啊，跟托卡马克的甜甜圈造型不同，他们的装置呢是个哑铃的形状，看起来就健康了许多。然后呢，燃料换成了氘和氦3的混合气体，从两端注入后，通过电磁辐射来加热成炙热的等离子体。这两个等离子体在磁场的约束下排成环状的队形就位后，接着瞬间被推往装置的中央，以超过100万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呢碰撞在了一起。所以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粒子加速器嘛。在碰撞的同时呢，磁场还进一步的加大，为压缩再给了一把力，使其达到1亿摄氏度的聚变温度。在此温度下呢，氘和氦3离子的移动都太快了，足以克服原本会使它们分开的排斥力，融合在了一起，于是就释放出了多于这个聚变过程所消耗的能量的能量。随着新的聚变能的产生啊，这个已经结合成一个整体的等离子体也开始膨胀了起来，它把磁场往回推了。好，重点来了。根据法拉第定律，磁场的变化会产生电流。于是Helion要做的啊，就是不断的制造这样的两股等离子体碰撞，并将它们聚变后推动磁场发生脉冲形式的震荡所产生的电流回收起来，直接利用就好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当然效率就更高了嘛。而且呢，它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啊。它不需要持续点燃啊。
你看，它只需要这么一下一下的脉冲就好了，所以直接越过了一道卡住无数人的鸿沟啊！才让自己有胆说可控核聚变，我10年内就给你端出来啊！另外，作为初创公司，他们的打法也跟国家队完全就不一样啊！这点呢，就有点让我联想到太空领域的 SpaceX 了。他们都是小步快跑、迅速迭代的。黑链同时运行着很多个原型机啊，每一代之间的时间间隔呢都非常的短，所以就能够快速的验证想法、测试错误、升级迭代，然后持续不断的朝着目标慢慢靠拢了。你看它今天不管怎么失败都是没有关系的啊，关键是通过划掉这些失败的选项之后呢，它能够更快的跑通这条路子啊。就像在 SpaceX 之前，谁能够想到火箭回收能够这么快就实现呢？好，第二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司呢，叫做通用聚变。虽然它还是采用了烧水推涡轮的传统转化方式，但是其核反应堆的设计思路呢，还是很有意思的。用大量蒸汽驱动的活塞压缩位于密封舱里面的高速旋转的液态锂和铅的混合物，然后将刀和穿注入这个高压液态金属空腔之内，使它们融合并释放热量。热量呢，先是被四周的液态金属吸收，再被送到热交换器去烧开水，烧完的开水变成蒸汽推动发电机，电于是也就被生产出来了。很简单吧？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大号的柴油发动机嘛，只是需要掌握的知识层面高了点而已。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创新公司的创新手法，比如把核燃料当成目标，拿一门电磁轨道炮来轰击等等。咱们就不展开说了。总之，随着更多身姿灵活的玩家入场，更多追逐利润的商业资本的投入，我们真的是更有希望比想象中快一点迎来可控核聚变的时代了。这幅画很像是一个小孩子拿着油画棒随手涂鸦出来的，但是错，它第一呢是张照片，不是画；第二，创造它的人也不是小孩子，而是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工程师们；第三，它是啥？它是人类第一次站在太空当中看到火星的模样了。当然，并不是亲眼见到的，而是通过水手4号的电视摄影机看到的。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它背后的有趣故事啦。其实人类很早就想看看别的星球上都有些啥了。原始动力呢，简单而单纯嘛，就是希望证明自己在这个宇宙当中并不孤独而已。但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只能站在地面上看啊，所以哪怕有了后来的望远镜，依然看的是模模糊糊啊。但至少呢是把月球表面看得比较清楚了，所以有点失望。咱这么近一个邻居，上面居然是没有住人的。好，那就把搜索的范围放大一点呗。如果火星上面有朋友也是不错的嘛。这下就真的是看不清楚了啊，只能模模糊糊的看到一些纵横交错的颜色较深的条纹了。于是想象力开始登场了，再加上一点务实的精神啊，就认为，这不妥妥的是有人居住的证据吗？你看那些交错的网络，它们不就是四通八达的运河系统吗？了不起啊！当然，如果那会儿地球上已经有了发达的陆路交通的话，我们大概率会把运河系统替换成高速路网的。好，这种自我安慰式的认知呢，其实是一直要持续到上个世纪中叶，直到我们能够凑近了看个清楚为止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终于有了飞出地球的太空探测器，以及装在他们身上的眼睛了。而且是2种不同的眼睛啊，一种眼睛呢是通过传统的胶片来感光和成像的。关于这个内容我以前是有专门讲过的啊，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啊。你想啊，在天上拍胶卷，我们地面上该怎么处理呢？事实上分2种。间谍卫星会把拍好的胶卷扔回来，我们在空中接住之后呢，再把它送回到地面冲洗。而拍下第一批月球照片的卫星，因为太远，肯定就无法把胶卷给扔回来了嘛。它于是就自己在月球轨道上把胶卷给冲洗了，给扫描了，再将扫描的模拟信号传回地面。具体推荐你看这2个视频，里面有详细的介绍的。好，那另外一种眼睛呢，是通过电视摄像机来拍摄的。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呢，就是这个摄像机管了。它的工作原理其实讲起来挺复杂的，我们可以以后再展开嘛。今天呢，就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理解一下好了。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相当原始的电子感光元件。画面通过一系列镜头的聚焦之后呢，照射在一块涂了特殊涂层的金属板上，很像是我们今天的 CMOS 或者是 CCD 啦，来激发它产生电荷。而这些电荷当然也不是乱产生的啦，它们是跟光线的强弱成正比的。光线越强，产生的电荷就越多；光线越弱呢，产生的电荷就越少。好，接下来工作交给电子束。
一束由电子枪发射出来的电子束会依次打在这块板上，以检测每一个区域所产生的电荷有多少，并据此来生成模拟信号，也就是电视信号了。它被广播、被传输之后，就能够在成像设备，比如 CRT 阴极射线管上，以正好反向的操作来将电视摄像机看到的画面重现，或者说是读取出来了。实际上，这个操作在1964年就用在了游骑兵7号对月球表面的电视画面直播上。好，那观察火星能不能也直接就用上以上2个眼睛呢？显然是不行的啊！第一种胶卷你肯定是扔不回来的，而在火星轨道上洗照片，这未免也玩得太大，风险太高了嘛。第二种，从火星这样的距离上面广播模拟信号回来，你在想什么呢？不管你拍的是个啥，也早就淹没在了巨大的噪音里面了。拍了等于没有拍嘛。于是 JPL 就只好另辟蹊径了，他们被迫发明了一种类似于今天数码相机的独特成像方式出来。具体是这么干的，一开始还是用电视摄像机，只不过当电子束打在光电板上形成同明暗匹配的电流信号之后呢，他们立刻就在卫星上将其读取出来了，并以数字的方式转存到一盘磁带上。将一幅画面分为200行，每行200个像素，用0到63分别对应从白到黑的整个渐变过程，然后呢，再将这样的信号发射回来，所以呢，它就是一个抗干扰的数字信号了。回到地面，只需要用计算机将这些带有位置和灰阶信息的像素按顺序重新画出来，不就得到了火星照片的准确还原吗？好。那为什么一开始工程师们还要上手画呢？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画的肯定是没有电脑画的准确吗？答案是他们有点等不了了。原来这次任务是该由水手3号去完成的，水手4号呢只是备份。可你知道工程师总是很秀的嘛，他们为了给火箭一个极致的减重于是就把装着水手3号的火箭整流罩给整成了一个玻璃纤维的。事实证明部主卖的太大，卡着水手3号的太阳能板了。由于太轻，它被大气压力给压垮，导致无法脱离它跟水手3号镶在一起了。任务失败，所以只好就让4号这个备胎上了。所以工程师才很焦虑嘛，生怕他也出点啥问题了嘛。于是当第一批数字传回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他们的担心是不是有点多余了？但要等电脑出图，还得要等8个小时。是的，1960年代的电脑呢就是这么慢那还有什么更快的办法吗？他们灵机一动要不将这些数字条带剪开，按照正确的顺序贴在墙上，再照着数字图上对应深浅的颜色，不就好了吗？说干就干一边是工程师开始剪条带，把它们往墙上贴，另一边呢，则是工程师冲到了当地的美术用品店去寻找合适的画材了。最终，他们竟然找到了一个跟火星极其匹配的涂色方案看，就是用这种能够区分明暗的黄褐色系了。褐色代表照片中的深色部分，只要是有数字50到45的地方呢，都涂它。黄色代表照片中的明亮部分，只要是有数字25到20的地方呢，涂它。接下来就是愉快的涂鸦环节了。其最终的结果显然是部分还原了事实的真相在把比例调整正确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和电脑还原出来的照片已经非常接近了。工程师们相当欣慰水手4号的摄像机工作正常。最后，水手4号一共拍下22张火星的照片，是人类第一次以如此近的距离呢观察到了另外一颗行星。当然，也打破了我们之前所有的幻想这些照片当中的火星呈现出一片死寂薄薄的大气，遍布的陨石坑，未经风化的岩石等等等等。好了。虽然没有找到外星朋友，但至少呢，为人类开启了外星探索的大门了嘛。这幅经典的画作也成为一个象征，被从当初那堵墙上给锯了下来，装进相框，永久保存了起来。